Hello，大家好，我们是大叔中文。好，欢迎大家来到大叔中文，大家最爱大叔中文了，对不对？对，好，那今天呢是一个重要的日子，因为新的一年2026年开始了。哦，好快啊，好快，都老了，人都老了，人老珠黄。好，按照惯例，按照惯例吗？按照什么惯例？那这个每一次新的一年来临了，我们都要带给观众们娱乐节目，一个大叔秀是吗？对，太突然了，还没准备好。大家看大叔中文，不要每次都听严肃的话题。对，这个严肃的话题听太多会忧郁、抑郁，会不开心。我们今天带给大家一些开心的节目，但是呢，这个我也不晓得其他两位大叔有没有准备什么节目。今天查说有重磅的节目要压轴啊！很突然的这个特别，你的一定要放到最后，对啊，我们俩比较水的要在前面。好，这个那我们就开始吧。我们这一集的这个播客视频不会太长，就10分钟就结束了是吗？我感觉对，我们表演的，我们就是每一位大叔表演一段节目就结束了啊。那就是大家过年到了嘛，也开开心心的就好了啊。对，好，来，那我们首先来看看笨叔吧，这么有文艺气息的笨叔，就是我想就是好多观众朋友可能现在在健身房或者走在路上或者在地铁上听我们的这个播客，我不想他们听到我的歌声之后然后噗笑出来，或者是我不想折磨他们，现场昏倒，对，口吐白沫。所以然后我也想创新，我不能每年都唱歌，所以今年我打算读一首现代诗啊。而且这首现代诗，鸡皮疙瘩准备。这首现代诗很特别，它是我们采访过的一个嘉宾他写的是一个西班牙的朋友胡宇明他用中文写的现代诗啊。我们之前采访过他，对不对？对啊。然后他在中国一直在中国生活啊。他又回到中国了，然后在那边就是有很多生活的感悟，然后他也看一些很多人的现代诗，所以他写了一首。他是不是还翻译很多中文的诗，翻译成西班牙文那个？对，是的，有对不对？我好像有看到，所以我看到他写的诗发布在朋友圈，我就觉得挺有意思的啊，有一点小讽刺。但是你有经过他的允许，版权啊获得了吗？对，所以我读完之后我赶快问先读，然后赶紧问，先斩后奏。对，没事，反正这个节目发布还有时间呢。没事，好朋友，没事啊。所以这个成语叫做先斩后奏，就先做了，然后再问他。对，先就是把一个人先杀了，然后再说。因为我完全因为就是我完全没准备新年节目，所以就刚好想起来。没事，我们大叔今天早上看到这个，对，率性，好，蛮有意思的，我觉得跟中国文化很有关系啊。好，所以就是这首诗，就是他跟这个一些中国人聊天啊，聊他的旅游经历。现在我要读这首诗的 Part 1， 你们再决定要不要听 Part 2啊？好的。跟他们说，我去了尼泊尔旅游。小王说，机票多少钱？跟他们说，我去了科潘修道院。老彭说，门票多少钱？跟他们说，我在修道院冥想。老刘说，一天多少钱？跟他们说，我跟当地人久聊。小丁说，你可以拍抖音赚钱。这是 Part 1啊。Part 2 OK 但是我去了旅游，是因为讨厌我老家。我去了修道院，是因为想装懂艺术。
我试图了冥想，是因为心里满满愧疚；和当地人久聊，是为了忘掉我自己。好，有什么感触吗？没有 Part 3，但我看完我就觉得好深呢，比我们都比我们，这个是真的是一个就是真的是他的感触，对不对？对对对，很真心的感触，很简单的语言，但是很深刻。对啊，对，走得很深，我觉得。真正好的诗歌，它语言一定是简单的，容易理解，但它的里面的内涵是很深的。它通过这种对比，我觉得真的是很有意思。但你的节目确实有点水，就这样就完了，你太容易放过自己了吧？啊，不会，我觉得有的学生蛮有深度吧。有的学生会喜欢这种，因为每个人听到这种，不是，我是这个诗是很好，我朗读的很投入感情啊。对，我是觉得你这个时长太短了，就是应该来一首长诗。就所以就把你排在第2个呀，所以你一定要比我长一点点。好，我觉得笨叔这个节目，就质量来说是质量是很好，质量很好，而且有引流的效果。第一，大家可以回去看胡宇明采访那期，对吧？然后第二，我们说中国人为什么那么喜欢钱那一期，很多同学要没看的话可以去，因为这首诗反映了，就大家就是好像完全不 care 这个人去尼泊尔旅行的意义，只关注这个钱花了多少钱，对吧？这个也可以看一下啊。笨叔这个节目有非常多的问题，第一个先斩后奏第二个王婆卖瓜，然后还有以前好像还笨叔唱过歌，可以回去看往年的那个唱歌的视频。你这个内部梗太多了，别人理解不了了。对啊，不过那刚刚那首诗，这个诗确实好，确实很好，每个人的感触都会不同啊。对，好，那来灿叔的节目。我这2天就特别忧愁发愁，到底怎么办？有必要吗？真的就是那天在为了这个节目想了2天，这个节目是做什么？因为现在我觉得就是这个节目，它现在你要只是说唱一首歌太简单了，所以我需要把你唱2首是。我需要把唱的那个美酒加咖啡描述一下我的心路历程。就是我觉得，就是最早那会儿是星期6还是星期天的时候，我们在微信群上说了一下，然后我说是不是除了唱歌要做点别的东西啊？后来你们俩也杳无音信啊，就没有下文。然后因为我们就想你唱歌，我们就想说就唱歌啊，不然还要怎样？那唱歌我后来就在想我能唱什么，我就突然发现一个问题，其实现在真的很久没有唱过歌了，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会的歌都是年轻的时候会唱的歌，那还是个 KTV 时代的时候，学了很多歌，港台歌手的很多歌。现在其实有时候偶尔会听一些综艺，我也会听到一些歌挺好听的，我会觉得想去哼哼，但我发现自己可能未必会唱，因为唱歌那种感觉不一样了，自己可能不再年轻等等。就什么最近看的那个一个电视节目叫《喜人奇妙夜》。后来最后他们这个铺垫太长了，对，到底是什么？可以，我想了解一下心路历程。对，因为我觉得这个节目你要是只是唱歌太单薄了，对，我们需要聊一点心路历程。最后好的，歌只是一个小铺垫这个小点缀而已，你知道吗？大家多喜欢听灿叔心路历程啊！对呀，好的啊。然后看《喜人奇妙夜》这个《喜人奇妙夜》，他们最后有一波人站在那块唱一首歌，然后是一个类似摇滚的歌，说什么把我的整幢心都出租，然后全处处留给你。我当时这个歌好好听哦，但是后来我去找了这首歌，这首歌名字叫《鲜花》，我听了听，我觉得很好听，但我发现我试着去唱我真的试着去唱，我发现我唱不了这种歌。我就会发现现在这个时代的很多歌，就是有很多歌我都挺喜欢听的，比如之前的《我是歌手》里头的陈楚生他们唱的歌我也很喜欢听，还有周深的歌我也很喜欢听，但我发现我唱不了，我就觉得很遗憾，那我应该唱什么歌？我后来那天想，哎呀，我是不是还是唱个老歌，什么张学友啊，什么什么心如刀割啊等等得了吧，几百年前的歌，来个说唱吧。我说唱不会，我这个嘴皮子不利索，
因为我现在脑子有2个选择，我觉得可能合在一起吧，无所谓，就是一个节目嘛。第一个就是因为我儿子在那个大前年的时候，他们班级有一个元旦的晚会的时候，元旦表演的时候，他唱了一首歌，其实是一个中国古代的诗歌改编的一个歌，中间的一个高潮部分，就是敕勒川那个，你们肯定知道敕勒川阴山下那个，听过没有？没听过。这个很有名的一个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OK， 你说出来我才知道。对，说明你们的文化水平，哎呀 ，Can you 很差了，我没有文化水平，标题没有关注过。对，这是第一个。后来我最近听那个，不是最近听，就是有一段时间很喜欢听毛不易的歌。我今天中午就找了一首歌，发现就是自己在洗碗的时候莫名其妙哼了几句，我发现我好像能唱出来，那我就今天唱几句吧，不用标画面感哦。洗碗的时候，然后唱毛不易的歌，对，很哀怨的感觉。对，所以我就想着，反正是过年嘛，那就是欢乐喜庆，然后就是试着唱一唱。毛不易的歌不是很喜庆吧？都是也没有特别喜庆，但是我觉得他的这个歌词写得很好，我们未必也很开心，我们的底色本来很开心就行了，可以好的啊。冲淡一下那个悲伤。好的，有感。先来给大家来一个开阔的，反正就几句词而已，它是中间的一个高潮部分啊。好的，你说这么多必须至少唱10句啊。我会的，放心吧。有10句。好的，好的，就是直接开始恭听。啦啦啦啦啦。等等，是这样吗？不是啊，前奏，能，好了。敕勒川。阴山下，天子穹庐笼盖四崖。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啊，就是这样啊。这个8句啊，就8句。这个嗓音出不来，要再浑厚一些会更好听。对，就是那种草原的很辽阔那种感觉啊，就有了啊。好的，现在给大家，我发现我嗓子越来越差了啊，跟去年一样啊。去年不是那个去年燕吗？美酒加红燕也是草原。我很喜欢草原的东西，真的一直以来都是我的心头好。我有一段时间甚至想，我应该学个蒙古语啊。这样，好的。那就不说废话，我再来。都没有破音啊，对，都没有美酒加咖啡的破音。我一会儿最后给你现唱一点美酒加咖啡，可以吗？让我唱几句毛不易，我不知道自己能唱下去吧，我试着唱一下。因为对，从来没有在任何场合唱过，除了今天洗碗的时候唱过1、2句。好的啊，好的啊，我以为你让我们点一首，你是要2首都唱啊？好的，就是我觉得这个唱一下，因为刚才那个太短了，太短了。对，是啊，这是安口曲啊，安口曲。好的，安口，对。像我这样优秀的人。本该灿烂过一生，怎么20多年到头来还在人海里浮沉？像我这样聪明的人，早就告别了单纯，怎么还是用了一段情去换一生伤痕？像我这样迷茫的人，像我这样寻找的人，像我这样碌碌无为的人，你还见过多少人？像我这样庸俗的人，哎呀，忘了，不对，唱到这吧啊，差不多了。它基本调调就是这样，一个个歌词还挺有意思。我发现我的嗓子，我发现你唱歌也很赶，很赶。你可以享受那个一句，再下一句，对，就很难做到。蔡叔好像我要赶紧唱完，我赶紧唱完，因为我发现这个嗓音条件很难唱起来，让我自己很满意的状态，所以我其实不怎么喜欢唱啊。你就闭着眼睛唱，对，美酒加咖啡，蛮好的，我觉得，对。好，来，我不来，谢谢你满足我们。好，那个灿叔终于可以重磅节目，灿叔终于之后可以好好睡觉，他担心了2天。对，我担心了好几天，我觉得一直在想，我还和我老婆说我唱什么呀？
每天在发愁。结果你老婆说美酒加咖啡。好，那就是换茶叔啊。茶叔今年有新节目啊，真的、就是。茶叔在之前的播客就说过了，我最近想要学乌克丽丽，对不对？那所有的人都觉得，哎呀，茶叔啊骗人，那茶叔在开玩笑的，那老头子怎么会学新？老狗变不出新把戏嘛，老狗快扒吧。对，我真的有，我真的有去买乌克丽丽。哇，这个大概是买最便宜的500块台币。就大概多少？大陆应该叫尤克里里，多少欧元？是不是？对，尤克里里乌克丽丽，对，也有尤克里里，这个就是尤克里里。对对。好，那所以这个大概是180块人民币左右啊。好的，对，那它就是看起来像小吉他一样那种感觉。对对对，对。那其实很多小孩子他们都是买来自己学。那它跟吉他的不同就是吉他有6根弦，那这个乌克丽丽有4根弦。对。那所以今天我就来，但是我才学。你会弹和弦吗？你会弹和弦？还不会。不会。我现在只会弹基本音阶而已。而且还不是很熟练，因为我可能才学了2个礼拜，而且就是有一搭没一搭这样子学。我每天都有弹啦，可能有时候弹10分钟，有时候弹个20分钟，但是我还蛮喜欢的。那所以目前以我的水平，我只能够弹小星星。Twinkle Twinkle 那个是吗？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那我就试试看，因为我今天节目前我也没有练习。我来试试看。没关系，就是可以弹2次，再数剪一个最好的一次。好，开始咯。我要看谱啊，来。好，1。等一下。这个是前菜啊。等一下。就结束了。对，不错不错不错，感觉大叔的那个品味一下就提高了，水准提高，对，水准提高好多。那既然你们都能去学来，我就觉得很了不起。说实话，至少我们都有弹唱的节目了，在大叔里，还有朗诵的节目。因为你们，还有你们这么鼓掌支持我，让我忍不住想要再弹一首。好，再来。你们表情非常的水了，你们的表情非常的勉强。没有啊，没有啊。好，那我就是我来弹一首世界名曲好了。好的，世界名曲。这个世界名曲我先不讲什么名字。那我们来猜，听听看就知道了。你弹我猜。好，来开始。等一下，再重来啊！重来，我有点紧张啊。不要紧张啥？我俩都傻了，你这个蛮好的，就刚好我们可以猜。背都在冒汗啊。来，等一下，因为我要特别拿高才拍得到。
哎，不对，刚才那个音好像要再来一遍，是吧？没有，好熟悉的曲子，我想不起来名字了，叫什么来着？嗡嗡嗡嗡嗡嗡嗡，大家一起去做工。是什么？做工是什么？做工，大家一起去做工，来匆匆去匆匆，做工去味浓。哎，大陆没有这首歌，我们没有这个歌词，没有这个，但是曲子我知道，这个歌没有这个没有这样填词的。去什么？味浓。最后一起做工，这个是个儿歌吧？我记得儿歌，来匆匆去匆匆，做工趣味浓，趣味很浓厚，趣味浓啊，趣味浓，趣味浓，趣味农民，对，我也是趣味农民，是原来是趣味很浓。然后他第二段是这样，第二段是天暖花好不做工。将来哪里好过冬？天暖花好不做工。将来哪里好过冬？还有教育意义，这么有教育意义。对，然后还要跟你上课呀，听这个。我们从小就要学这种很有对。然后最后一句是嗡嗡嗡嗡嗡嗡，别学懒惰虫。对，不是趣味浓吗？最后没有啊，最后趣味浓是做工，对啊，是工作趣味浓。对，然后最后一段是不要学懒惰虫。那我们其实我很熟，我儿子小时候绝对听过这个歌，我肯定听过。但是歌词绝对不是这个，不是这样的，没有这样。可能你们没有歌词，甚至没有歌词。对，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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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他在台湾是有很多儿歌，我们都有加歌词。对，大家一定要抓紧学中文，不然那个茶叔的技法，弹尤克里里的技法都超过大家中文了啊！要加油！真的，我觉得茶叔给我很大的启发。我觉得真的，年龄这么大还可以学东西。对，这是给茶叔插刀吗？对，年龄这么大，嘴巴说对，心在淌血。茶叔说这个也可以变成一个武器啊，不是很贵的，不行。其实是这样，我小时候其实学过画画，我学过那种素描啊什么的。我小时候甚至有一段时间特别喜欢看漫画。我最近把那个七龙珠的漫画拿出来看。就是我很喜欢那个鸟山明那个画风，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就是想着自己每天能抽出一点点时间出来，把鸟山明那个东西临摹一下，就是画孙悟空呀或者赛亚人啊什么的。我觉得那个我很喜欢。其实我觉得，因为刚才说茶叔给我启发，就是其实我每天也有一点时间，其实可以抽一点点时间出来，每天临摹一点点我喜欢做的事情，说不来过一段时间能画的比较好。因为现在我画画都是我的基础都留在有一段时间喜欢画画，只能画到脸，身体一下都画不下去，身体还没有发展画不来了，因为就只画到这块，就是很难画往下画了。所以我觉得其实真的就是有什么想做的事情就去做，去练一练，其实都挺好的，真的。年纪再大也不是障碍。对，50几岁了还可以哦。那就是其实我比较喜欢学新的曲子，其实我已经学了7首曲子只是每一首都没有那么熟练，但是我觉得蛮有趣。其实我每天都练了一些，因为我觉得很开心啊。这样你弹点声音出来一个曲子，对，弹错也没有人在意，我又不是专业的演奏家，对不对？然后而且我也学，我以前觉得调音可能我不会，而发现也蛮简单的。就是其实你一开始会觉得一个东西很难。但是当你接触，你会发现那个困难点是你自己想出来的。你发现其实真的没有那么难。所以我已经想好了，我如果这个新的一年把乌克丽丽学好，我可能接下来要学就是电子琴。我想要去买那个折叠的电子琴。对。其实我小时候，你对音乐这么感兴趣吗？我小时候就是跟我爸爸说过，我爸爸很会泼我冷水。我小时候跟我爸爸说，老爸，我想要，那时候大概才9岁10岁吧，我想要学钢琴。结果我爸说，那是女人家学的，你学什么钢琴啊？我想说，真的吗？钢琴是女人学的，我从此不敢再提这件事情。那我后来长大发现，很多男人就是弹的也很好啊，钢琴家都是男的，真的。对呀，为什么这是女人的乐器？我后来长大才知道，这个是大家有兴趣的人都可以弹的。对，所以我就是等我这个第一个乐器学好之后，我要
就我第2个一定要学，就是折叠式的，我们叫折叠琴，我就想要去学。然后我想去弹一些一些像什么龙猫啦、千与千寻啦这种，我以前很喜欢的动画的主题曲，我很想会弹那些东西。对，那就以后慢慢，因为我觉得我们也不敢嘛，我们就每天我们进步的很慢，但是我们每天都做一点累积的功夫我觉得就像各位同学，你们学语言也是这样，你不要太急，最主要是在学习过程中得到乐趣，这才是最重要的部分。对，真的，我觉得学东西是让人不容易老，真的，这个涉及老这个话题。你干嘛一直在？蔡叔说这个可以预防老年痴呆是吗？我不是专门针对茶叔，我真的觉得就是你是夸茶叔还是？今天我被针对了很多次哦。不是，我真的觉得就是我们好像有时候进入一个阶段，就发现有些东西好像反正工作已经能做了，现有的东西就够了。我们也不需要再接触一些新的东西了，那其实也就不再学习新的东西了。反正脑子我觉得慢慢会变钝，我是这样想。我有一段时间其实特别喜欢学外语，我就学了都是入门了，比如说法语、日语啊，甚至俄语都学过一些。后来觉得好像在工作生活中没什么用，我学那个干什么？浪费我的时间，对吧？所以最近一段时间就是和佩佩聊过那一期里头，我说到我学法语的时候，我觉得现在用 AI 确实很方便。我就是也很享受，每天可能早上起床，我儿子出门之前有半个小时，我就把那些文章抛进去，我看，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其实因为它对我都是一些新鲜的刺激，因为一个新的语言，它的结构、语法、词汇等等，甚至这种音调带来的感受都不一样。特别因为我很喜欢看书嘛，我觉得看这个翻译版的和原文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这所有东西，新鲜的东西都是一个对生命的一个刺激。可能确实，对，为了防止自己老年痴呆，也确实应该再多学点东西，确实是这样的。对。就我们中文说学无止境嘛，然后而且呢，这个我觉得当你人生觉得枯燥无聊，或者遇到困境无法改变的时候，你不妨学个东西，我觉得会给你人生新的感触。人生这个世界其实是很宽广的，对不对？当然你也不一定要去旅行，你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刺激自己对，好 OK， 那新年了还没有说吉祥话，对，还有对吧？或者是琴瑟和鸣，感觉我们一直在拉时长是吗？水时长，不用再拉时长了。这集本来就是要水，所以对。但是最后我是想要感谢观众了，感谢就是大家陪伴我们3年多了啊，3年多。对啊，我每次去那个 Reddit 或者是我看那个小红书的外国同学，就是分享这个中文学习法的时候。就好多人自学用的材料就是大叔中文，就是大叔对。然后我每次看我们这个大叔 Mandarin 的那个名字出现在他们那个文章里边的时候我就想很懂货啊你们而且大家还对我们比较偏爱，你果然叫王婆哈很爱卖瓜。不是，就是有的人在推荐我们的时候，专门在那个名字后面加一个括号说我 love these guys， 然后就很爱这3个大叔，我就觉得还很偏爱我们，就很感动了，很暖心，看到对是的，大家就是能想到我们，真的真的要谢谢大家，毕竟我们我们3位都是平凡人。然后也不是多出色的人啦，没有说真的也不是多帅气的人，对，就是我们很包容，我们的背景永远很乱耶，大家也从来不说什么，剪辑也是没有花俏的什么特效什么的，所以我们永远就是用最真实的自己跟大家对话。那如果你们喜欢这样的大叔，那也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继续支持我们。继续陪伴我们我们陪伴你们，你们也陪伴我们成长。真的，我觉得我还要有一点小感慨，就是说一下，反正大叔中文也3年多了，真的就是好像以前没有想过做这种类型的东西，
然后我是觉得大叔中文呢，它是一个长期的一个项目，我们3个都约定好了要做一辈子，一辈子就是一辈子啊。然后真的就是他，你为什么总卖萌？突然有一阵恶心袭上心头。对，就是我是觉得他其实是在每个星期在记录我们的一个人生的片段。对，就是我们从3年多前我们在做这个东西，一个星期一个星期，寒暑不辍，就一直在持续的，一直在更新的。就是我们从这里能看到我们人生的变化，我们整个人的想法的变化，我们的思维的变化，我们的很多眼界的变化等等。因为里面还涉及到我们自己人生的一些现况的展现，过往的生活的一些分享。就是说其实它其实是把我们的人生已经包含在这个大叔中文里头了，所以哪怕就是说我们在往后7老80查出90，我们7老80的时候，然后就是老年痴呆的时候需要还是要听，又被捅了一刀。对，我们在那时候老人痴呆了，我们继续录。我们有谁呀？对，我们有这么一个地方，说实话，就是可以回望我们的人生，它在那个片段都被记录下来了。我会觉得对我们的人生真的是一个很宝贵的一个东西，真的，我也很感恩啊，上天让我遇到了你们2个，真的莫名其妙的给你们2个写信，莫名其妙的我们组合在一起，对，莫名其妙的有大叔中文这一个，真的我是觉得能做一辈子的东西。那天我和我老婆还说，就是说，其实我现在要做儿童作家嘛，我觉得哪怕就是我儿童作家真的能成。但是大叔中文也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我的生活一部分它会一直持续下去。我以后作家能做出来，我一部分还是中文老师，一部分还是大叔中文的一个固定的主持人。我们3个会永远这样做下去，真的。这是我的真心话。是的，是我觉得都真的不用影集了，我还没有从头听过大叔，我就对你从来不看我们的节目。这个蛮好的，未来有一天我可以重新听，然后反省听我这个一路是怎么走过来的啊，这3年的人生的故事，对，因为你像有的学生看我们比较早期的这个视频，都说哇，你们还那个时候那么年轻，那么嫩啊，这就是这个茶师怎么又自己插刀，自己戳自己，就是我们再做个10年。甚至20年，我如果还没死的话，20年，那我会觉得说，这就是这个频道，就是我们人生整个特辑。对，我觉得我们自己回顾起来，都会觉得哇，真特别，好像是我们的日记一样。会不会几百年之后还有人在听我们的播客？几百年后，那个外星人来，就是在地底下发现，大叔中文，就啊。这3个人古代人是这么过的，古代人是这样说话。500年后有外星人来，就找到我们的视频，就说哇，好可爱，我们把它，我们用他们的 DNA 把他们复活吗？那太好了，复活起来，500年后又活起来了。我们长在外星人的审美上是吗？我们可爱。外星人一定要好好考虑复活我们啊！我们都想复活，我们等着呢。我们在这一期等待着好久了。地球人的科技或外星人的科技帮我们3叔重现啊！对，好，那我们今天的表演再说最后一个东西，就是好的，就是我其实现在在写故事的时候，有时候很多东西都是来自现实的灵感。就是我现在在写第3本小说的时候，一开始其实没有别的想法，但我在写进去之后，就是以我小时候为一个原型的一个故事。那个时候才到县城里，就是比较孤单啊，因为爸妈比较忙然后还没交到朋友。这个时候我其实写着写着，莫名其妙的，我就是一开始出现一个人物之后，其实最开始的时候，第1章的时候没有想什么的，但是第2章之后，我把这个人变成了笨叔。以笨叔为原型的这个状态。好的，就是我觉得我应该会进到你的书里，我有这个感觉，真的。对，就是在街上遇到一个流浪汉，然后不是是这样的，不是把我写成动物或者怪物吧？不是，我要以人的状态。不是这个，就最早的时候我在自己家里待着，然后我的沙发推开了，
有一个人出来，就是吓我一跳，就是这个人他其实有蟑螂，有各种形态。他一开始是一个绿头发的小孩，后来变成个老人，变成老虎，最后变成个半人马。最后半人马的时候，他变成了比较羞涩的一个状态，就是像笨叔这么一个状态。然后他其实是来自于我那个时候对友谊的渴望，就是后来 OK， 就是那个墙后面有一个门，他是看不到的，就是说，然后我跟着他进去了之后，就是那有一个门，里面还有一个奇幻人物，他就说其实你要找3个伙伴。就是现在找到一个了，就笨叔是那个对不人，然后说还要再找一个，然后其实下一个人物，其实我脑子里想就是茶叔，就是在这个状态里，就是我们3个会在那个奇幻的世界里经历一些东西，就是这个东西它是自然而然。所以我是一个那个就是肌肉很发达的半人马，是吗？人头马。其实你是一个羞涩的小孩。怎么说？就是我的故事是儿童故事。我把自己设定在9岁，那你就是8岁。茶叔设定为12岁，就是在那个。茶叔是什么？还是比较老一点。茶叔没有，他年龄大一点。他在里面我设定一下，他是一个刚好我们去找他的时候，我还没写出来呢，脑子有个想法，他在公园里去喂一个，才知道啦。对，喂一个流浪猫这个状态，就是我是觉得他可能会戴一个眼镜啊，是这个头发是平的，平头这样感觉，我会觉得就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带给我的一些东西，就是写东西的时候其实就是发掘自己的时候，你不知道他会有什么样的故事，什么样的人物，但是在那一个瞬间我想写你们了，一开始就没有想。我的眉毛掉到眼睛里了好的其实我就反正你这个顺势，我就说你在干什么呢？感动哭了，好感动哦。我真的觉得就是写进小说里。对，这个因为我老婆老说就是你笑得最大声的时候，就是和他们2个在录大声中文的时候啊，对，就是真正和你们做这个事情，真的给我人生带来了很大的变化，真的，不只是乐趣，是真的很大的一个变化，给我的人生真的有一道光彩照进来一样。我觉得以前是挺灰暗的，说实话。这个没有不是为了夸大你们的作用，封面啊，就是真的之前好像以前人生很平淡很平凡，没有特别多精彩的地方，好像人生就是这样一点点过。真的开始做大，我自己也在做 YouTube 的时候也是这样，感觉后面就是3天打鱼2天晒网的感觉。真的和你们在一起做，坚持了这么几年，一路这样坚持过来。我之前也老说过，就是这种陪伴的力量带给我的感受，然后慢慢的就是让我开始发掘自身的力量，发掘自身的一些潜能，然后这种感觉我是觉得很好，我会很珍惜，所以我也特别感谢你们俩，也特别感谢所有的观众支持我们。不用多说，就是我们都懂啊。我已经说了很多了，为什么不用多说呢？对，意思是说我就不多说了。不是，这集本来要录10分钟的，结果深深被我拉长了。但是一般都是茶叔那个升华，但是我觉得蔡叔这个没办法再超越了。蔡叔这次升华的非常好，我就想的是茶叔升华，我受不了，我要升华。对，对，以后升华的工作都交给蔡叔，我一次就行了，我可以好好休息。我可以好好休息。对，哎，真的 OK， 想不到新年这么感慨啊！这么感慨，你快放茶叔去弄一下眼睛吧。他在想蔡叔什么时候结束。我眼药水都放在旁边，想说我什么时候可以滴眼药水，眼睛眉毛掉进去，好，赶紧放茶叔去。好了，去弄一下眼睛啊，因为真的不舒服。我要去滴眼药水了。好的，各位，但我真的被好的和真的这一期很开心。对我真的各位观众，大家说再见吧啊！2026年啊，我们还会继续陪伴大家，给大家更多精彩。大家事事顺心，万事如意啊！万事如意。OK， 我们下一期见喽，带着泪水，我们下一期见喽，拜拜。